Hello Hello，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在这个安静又温柔的时刻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能让你瞬间卸下疲惫、停止内耗的话题，不要对任何人有期待。我先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。你最近一次崩溃、委屈、失眠、偷偷难过是因为什么？我猜十有八九都和期待有关。你期待他能懂你的欲言又止，结果他只觉得你莫名其妙。你期待他能记得你的好，结果他转身就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你期待家人能支持你、理解你，结果换来的却是指责和不理解。你期待一段关系能长久、真诚、不变质，最后却发现人心会变，热情会淡。我们这一生大概有80%的痛苦都不是生活给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期待给的。期待越高，失望越狠，执念越深，伤害越重。你越对谁上心，谁就越能伤你。你越对什么有期待，什么就越能折磨你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想认认真真、安安静静地陪你聊透，为什么我们总在期待里受伤？为什么一定要学会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？以及我们该如何慢慢放下期待，把情绪的主动权拿回自己手里？先和大家说一句最真实也最残酷的话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，不管是爱人、朋友、父母、孩子，还是同事、合作伙伴，甚至是你帮过的人，你真心对待过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私、自己的立场、自己的疲惫、自己的局限、自己的身不由己。他们做不到你想要的样子，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而是他们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期待他秒回信息，可他可能正在忙工作、忙生活，焦头烂额。你期待他事事有回应，件件有着落，可他天生粗心，不善表达。你期待朋友永远站在你这边，可他也有自己的权衡，自己的难处。你期待父母完全懂你，可他们的年代、认知、经历和你本就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我们总犯一个错误，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全世界。我们觉得我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对我好；我在乎你，你就应该在乎我；我付出了，你就应该给我回应；我把你放在心上，你就不能把我当路人。可现实是，感情里从来没有等价交换，人性里从来没有理所当然，关系里从来没有一成不变。我听过一句话，特别清醒：所有的失望都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。你以为你很重要，其实你只是众多选择里的一个。你以为别人会记得你的好，其实人更在意的永远是自己的感受。你以为一段关系能永远热烈，其实大部分感情都会慢慢走向平淡。所以你看，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行为，而是你不肯放下的期待。我身边有个姑娘，前段时间跟我聊天，她说她活得特别累。她对男朋友好到极致，记得他所有喜好，包容他所有脾气，事事为他着想，甚至委屈自己去满足他。他的期待很简单，希望他也能这样对他，希望他能主动一点，细心一点，偏爱一点。可结果呢？男生常常忘记纪念日，忙起来就消失，吵架了不会哄，难过了不会安慰。姑娘一次次崩溃，一次次哭着问我，我都做到这样了，为什么他就不能按我期待的样子爱我？我当时只跟她说了一句话，因为他不是你，他永远不会按你的剧本生活。你期待的越多，你就越被动；你依赖的越多，你就越痛苦。后来姑娘慢慢想通了，
他不再盯着对方的行为，不再要求对方改变，不再把所有情绪寄托在他身上。他说，当我不对他有任何期待的时候，我反而不难过了。他偶尔一句关心，我都觉得是惊喜。他做不到，我也不再委屈。你发现了吗？降低期待是停止内耗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式。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，没有强求就没有伤害，没有依赖就没有崩溃。今天我想认真告诉你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会不对任何人有期待。第一，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你的情绪才会真正属于你自己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因为对方一条消息没回，你胡思乱想一整晚；因为对方一个态度冷淡，你心情跌落谷底；因为对方没有达到你的预期，你生气、失眠、内耗、自我怀疑，你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别人牵着走。他对你好，你就开心；他对你淡，你就难过。你把自己情绪的遥控器亲手交到了别人手上。可一旦你放下期待，一切都会变。他回不回消息无所谓，他记不记得没关系，他做不做到不强求。你不再因为别人的一举一动影响自己的一日三餐、一夜睡眠。你的开心你自己给，你的情绪你自己掌控，这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自由。第二，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你才能看清真实的关系，而不是你幻想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爱的、我们信任的、我们依赖的，根本不是真实的那个人，而是我们想象中、期待中的那个人。我们给爱人加滤镜，给朋友加光环，给家人加完美人设。我们自动忽略他们的缺点、自私、局限、不完美。一旦对方打破了这个幻想，我们就觉得被背叛、被辜负、被伤害。可当你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你会摘下滤镜，看见最真实的人性。爱人会粗心，会疲惫，会有自己的小脾气；朋友会忙碌，会缺席，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立场；家人会固执，会不理解，会有他们的认知局限。就连你最信任的人，也可能会让你失望。当你接受了人都是不完美的，你反而会变得宽容、平和、释然。没有幻想，就没有崩塌。没有强求，就没有怨恨。好的关系从来不是期待出来的，而是接纳真实之后自然留下来的。第三，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不是冷漠，而是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。我必须澄清一个特别大的误区。不对别人有期待，不是让你变得无情、自私、冷漠，不是让你不再对人好，而是我依然可以对你真诚，对你付出，对你好，但我不再要求你必须回报我。我依然可以爱你、在乎你、珍惜你，但我不再把我的快乐、安全感、人生意义寄托在你身上。真正成熟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：对外降低期待，对内提升自己，把期待别人的时间用来爱自己，把强求别人的精力用来经营自己，把因为别人失望的情绪用来照顾自己。当你开始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你会发现你不再敏感，不再脆弱，不再患得患失。你自己就能给自己安全感，你自己就能给自己快乐，你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靠山。这才是最顶级的自律，收回向外所求的期待，丰盈自己的内心。第四，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生活才会处处是惊喜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：没有期待的日子，反而顺顺利利，闪闪发光。当你不再期待爱人完美，他偶尔的一句关心都会让你觉得温暖。当你不再期待朋友随时在线，他偶尔的一句问候都会让你觉得感动。
当你不再期待事事如意，生活里一点点小美好都会让你觉得幸福。期待是枷锁，满足是侥幸。放下高期待，所有的得到都是惊喜，所有的遇见都是礼物。讲到这里，可能你会问，青青羊，我也想放下期待，可我就是做不到。我还是会忍不住期待，忍不住难过，忍不住内耗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特别懂这种感受，因为我也经历过。今天我给你分享4个真正能让你慢慢放下期待的小方法，温柔、好执行，不伤人，不伤己。第一个方法，把心里的你应该全部换成他可以不。我们所有的委屈都来自一句潜台词，你应该这样对我，你应该懂我，应该宠我，应该记得，应该帮忙，应该理解。可世界上最没用的2个字就是应该。下次再觉得委屈难过的时候，试着在心里默念3句，他可以不理解我，他可以不满足我，他可以有他的选择。当你接受了别人没有义务为你做任何事，你的心会瞬间软下来，也会瞬间平静下来。第2个方法，凡事做最坏的打算，抱最低的期待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自保。找别人帮忙，先想他可能帮不了，真帮了你会感恩。和人相处，先想他可能没那么在意，真在意了你会惊喜。做一件事，先想可能会不如愿，真成了你会庆幸。降低底线期待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不让自己陷入突如其来的崩溃。第3个方法，收回期待，把所有温柔全部留给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做一个自我圆满的人。你期待别人给的安全感，自己给自己；你期待别人给的陪伴，自己陪自己；你期待别人给的认可，自己认可自己；你期待别人给的情绪价值，自己给自己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你充满期待的执念。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，而是你心里的释怀和自爱。第4个方法，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一切不如愿。人生本就无常，关系本就流动，有人来就有人走，有人热就有人冷，有人真心就有人敷衍，这都是人生最正常的常态。你控制不了别人，改变不了别人，强求不了别人。你能做的只有允许一切发生，接受一切结果，放下一切执念。允许就是最大的放下，放下就是最好的自救。其实我也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才慢慢学会不对任何人有期待。我曾经也是一个对别人充满期待，容易敏感，容易受伤，容易内耗的人。期待朋友永远真诚，期待爱人永远热情，期待家人永远理解，期待付出就有回报。结果就是我常常在深夜崩溃，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、一个行为折磨自己很久很久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慢慢懂得，人这一生最终的归宿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不要指望谁为你撑伞，不要指望谁为你兜底，不要指望谁完全懂你。能陪你走完一生的，自始至终都是你自己。不对任何人有期待，不是变得无情，而是变得清醒；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变得成熟；不是放弃关系，而是放过自己。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天更蓝了，心更宽了，觉更好睡了，人更轻松了。不再内耗，不再敏感，不再委屈，不再纠结。最后，青青娘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一段最温柔也最真心的心里话。
亲爱的，别再对任何人抱有太高的期待了，别为难别人，更别为难自己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必须要懂你，没有谁必须要让着你，没有谁必须要满足你。别人给你的都是惊喜，别人不给你的也不是亏欠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内心强大、情绪稳定、不再依赖期待的人，把期待收回来，把温柔留给自己，把精力花在值得的事情上。不依赖谁，不期待谁，不讨好谁，不强求谁，安静、努力、清醒、自在。愿你往后余生，无期待，无伤害，无执念，无内耗，活得轻松，过得自在。爱自己是你一生浪漫的开始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我是青青杨，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倾听你，治愈你。如果你也有因为期待而受伤的故事，欢迎你在心里悄悄告诉我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